99岁基辛格艰难出山，却苦劝失败。拜登执意走完战略拼图，中俄面临的困境只是暂时的，美国不一样吗？各位好，欢迎来到康旭说。在纪念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诞辰112周年的活动上，已经99岁高龄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艰难出山，对美国发表了一则空前的警告啊！在演讲当中，基辛格表示，美国当前正在遭受内忧外困的危险处境。前总统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和现任总统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之间互相指责，谁都不让谁。在密件丑闻当中，两党的重心是放在了谁的进攻更猛烈，而不是任何有关私密文件的解释，包括这些私密文件的泄露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冲击。所以美国内部的分裂就可想而知了。而在外部呢，拜登政府激进的推进对抗战略，已经为美国拉来了不少的仇恨。就目前来看，美国至少面临3线作战的危机，分别是美俄、美中以及美伊。随便是哪个危机爆发，就足以令美国陷入空前的困境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基辛格警告美国需要重新凝聚起来。在做法上，基辛格高赞已故前总统里根的做法，称没有任何人比里根更懂得如何将力量与和解两者有效结合。换个通俗的说法，基辛格认为，美国的成功亦或是对世界的领导，应当建立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背景下。当前的孤立主义不可取。那值得肯定的是，基辛格看到了美国当前的危机所在，但是同时，基辛格也同所有美国人一样被霸权主义根治。他的警告也是提醒拜登要维持住美国的霸权地位。遗憾的是，基辛格苦劝以失败告终，拜登仍然执意行动。在基辛格发表完演讲的隔天，拜登发表了其任上的第2次国情咨文，这其中跟中俄有关的问题成为拜登的演讲重点。谈到中国时，拜登强调赢得竞争，可见美国仍然偏执地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这只能说，美国在中美对抗的路上是走得越远，就会越来越陷入自我的孤立。在谈到俄乌冲突时，拜登再次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与此同时，其还对美国在这一场冲突当中的反应是大家的赞赏。可见，美国丝毫没有进行自我反思。在这种想法之下，这俄乌局势只会是越来越糟糕啊！这不可否认，拜登执意走完大国对抗的战略拼图，预示着中俄将面临一定程度的困境。比如说，拜登会更加狂热地拉拢日韩乃至菲律宾对付中国。在俄乌冲突上，美国会继续军援来给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施加阻力。但是我们同样也相信，中俄面临的困境只会是一时的。一方面，我们相信中俄的实力，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这如今内忧外困的美国撑不了多久，或许都用不着等到中俄出手，这美国自个儿它就会垮。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